被申请人，请你做最后陈述。我之前在仲裁庭上说了一些过激的话，我感到非常的抱歉。现在我向你们真心的道歉。我的陈述完毕，谢谢仲裁委员会。肃静，肃静。在进入裁决环节之前，按照仲裁庭的规定，我最后一次向双方提议，你们之间有没有可能进行调解？我代表我的当事人提出调解方案。如果魔晶能够进入运营商的监管范畴，我觉得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还是有的。你指的是什么样的监管方式？请仔细说明一下。交出魔晶，由运营商控股，统一运营、统一管理，这是一个十分有包容性的方案，兼顾了安全性和市场的自由竞争。这就是我们的调解方案。书记员，被申请人，你是什么态度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老大太可怜了，还跟他们道歉，他就是个傀儡，连傀儡都不如。我看不下去了。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你得体谅老大，他得对所有的股东负责任啊。你知道我从来没觉得看守所里好过，但是刚才在里头的时候，我真觉得看守所比这儿强100倍，我就跟坐在火山口上一样。要认输就认输，我干嘛非得弄那么惨？那秘书长不是说了吗？要想调解，就必须做出让步。这不是让步，这是侮辱，这是逼我们投降，逼我们举白旗呢！我不看了还不行吗？
被申请人，请你表态。这不是什么调解方案，这是赤裸裸的抢劫。肃静。要想调解，这就是我们的底线。就在刚才，我的股东们每一个人都在劝我，让我不要批评运营商，让我不要得罪你们，让我向你们道歉，让我夹着尾巴。但是我认为，仲裁庭是黑白分明的。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我们还需要法律干什么？我不接受通讯安全的说法。什么是通讯安全？你是指监控通讯内容吗？不要忘了，我们的宪法里有一条叫做隐私权。斯诺登闹出来的丑闻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。你这样讲就是污蔑。我告诉你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垄断。因为垄断，你们没有动力给老百姓提供靠谱的宽带。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，4兆宽带网造假率占了91.2%，2兆宽带网造假率占了27.6%。中国的内地网民每1兆宽带使用的费用是香港特区的469倍，而且你们提供的网速可以大大降低，但是你们对用户的收费却从未减少。再比如说手机漫游费，这项服务是没有任何成本的。再比如说手机短信，10年前是1毛钱一条，到今天依旧如此。同城同网的手机之间传递短信是不需要成本的吧？即便是异地跨网，1000条短信的成本也不超过1块钱。所以你们这就是掠夺式收费。但是不习惯又能怎么样呢？对券商不满，我们可以找证监会投诉；对银行不满，我们可以找银监会投诉。但是请问，对你们不满，我们该找谁投诉？投诉电话是多少？就在几天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说是服务器要检修，魔晶断了2次网，我一共损失了500多万用户。用户可以不使用魔晶，但是用户不能不使用运营商网络。如果说我是因为损失了500多万用户而愤怒的话，拿通讯安全来威胁我、打击我，让我感到更悲哀。我到现在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保障安全的方案。这一切都是你们的旗号，你们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儿，就是你们的原话：交出魔晶。我信你不用说那么多废话，你就告诉我，你接不接受调解？那你听好了，我不接受。我创造魔晶的时候，我就是想做一款即时、免费、方便的小软件。现在我的初衷没有了，你让我做盘剥用户的帮凶，我没有能力反抗。但是我可以选择弃权，我可以选择安乐死。肃静，肃
肃静！我宣布，仲裁委员会第5次会议结束。与专家组合议之后，我们将于15个工作日内宣布仲裁结果。闭庭。兄弟，哎，老板，坐船吧，10块钱1位啊！郭总，不要紧张。叔叔，您千万别叫我郭总。 您叫我小郭或者郭兴年就行了，不然我实在受不起。好吧，那我就叫小郭。哎，按理说，在仲裁结果下来之前，我们见面不合适，都应该避嫌。但是，我又有一项特殊任务，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如果纯是官方的谈话，我又怕你紧张。 所以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不如像朋友一样，我在家里面请你吃个便饭，我们聊一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拘束啊！哎，好，我没拘束，没拘束。爸，您越这么说，他越拘束。说正事儿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，桂新年，阿姨听说你离过婚，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。你结婚第几年离的婚？妈，做饭去啊！做饭，这事我得问清楚嘛。小郭，说实话，这次仲裁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你的发言，尤其是对通信行业的批评，我们都有记录，并且整理了材料递交了上去。不但部领导。 甚至更大的领导看了以后，都非常关注，也很受震动，所以要求我再找你谈一谈，了解一下。作为年轻的创业者，你们对通信行业还有什么意见？都需要什么样的支持？其实，我多数的意见都说过了。我的这些意见，也是代表和我一样年轻创业者的共同想法。这是在家里面啊，我希望你开诚布公，说得越具体越好。不然的话，等将来新的法律法规制定出来以后，你们又在背后骂娘，说我们净干拍脑袋的事情。大胆讲。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实话实说。那我就实话实说了。好，我其实特别困惑，我想了很长时间，这么小一个韩国，人家有 LG， 人家有三星，全部是世界顶尖科技品牌。日本更不用说了，人家有三菱、索尼、松下。 我们呢？我们有什么？我觉得科技创新和年轻人创业是这个国家的造血细胞，是这个国家的生命力。我就是一个血小板，杀死我一个人没有关系，我就怕有一天我们的造血功能废了，我们就彻底完蛋了。叔叔，
我们其实不需要更大的支持，我们只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就足够了。我们就是野草，我们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，我们不怕竞争。对，国家一直说要打破垄断，鼓励创新，但真的有创新的时候呢，那些垄断巨头又开始出来围剿，说一套做一套。郭新年，材料写好了吗？我写好了，我都带来了。爸，这是郭新年写的关于移动互联网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，希望对领导的决策有帮助。这究竟是他的意见，还是你的意思啊？是我们共同商量的。饭做好了。嗯。哎，郭新年，阿姨还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是觉得我们俩之间，妈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好奇，他这么腼腆的人，不像是离过婚的。离婚是你前妻提出来的，还是你提出来的？妈，走了走了，别问了别问了。哎，郭新年，吃饭的时候咱俩好好聊啊。吃饭吧。哎。来，干杯！你们这是相当腐败。我就问你，可不可以，行不行？新买的。好，要不这样，你也来一艘吧。你不是愿意住城里吗？到时候啊，我给你装4个轮胎，你还能当个车开。拉倒吧！当初呢，咱们哥5个一块创业，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就。但是到现在，不得不说，我们老了，啊，是该及时享受的时候了。不服老不行。可是我觉得我还不老啊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们老啊。不，就是我们老了，你还年轻。小伙子，我问你，你创业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人生有所作为。那好，什么是有所作为？我不是学哲学的，你说吧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有所作为。那我们创业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放弃那个小黑屋，不再睡行军床啊，不再点这个外卖？老李，我们5个人呢，是一趟车上的人。现在我们4个觉得，我们的目的地已经到了，该下车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还做下去啊？啊？合着我们只能在一起创业，不能在一起享受是吧？当然也不是，麒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已经长大了。更何况，他现在中国已经成长为屈指可数、无人能及的地步了，对不对，唐妹？不好说。那么至少到现在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吧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咱们都是这个行业的人，咱们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规律吗？怎么着？你还指望着说麒麟现在是龙头老大，以后还一辈子都是龙头老大吗？不是我说什么，就你这么干下去啊，就你这个身体这么玩命的话，恐怕对手不用追上来，你就先挂了。你那天说你想抛开麒麟，另起炉灶，说句实话，
伤着我们哥4个的心了。毕竟，麒麟是我们5个人一起把它创造出来的。但后来我们也想了想，我们也能够理解你。我们说，这就是我们认识的李奔腾，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呢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不服这口气，还想跟下面这些年轻人再论个高低吗？我也不是这么想的。来了。我爸就是那样，当官当久了，看谁都像下级，说话打官腔。我挺感谢你爸的，起码能替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说句公道话。你可不是小人物，我爸不是说了吗？大领导都要来视察了。你要是这次真的能侥幸过关，郭新年，你就是互联网的传奇。传奇？传奇一般是指死了的人吧？别动。你也不高啊1.76米，看上去还瘦瘦的，浑身腱子肉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么大的压力，你是怎么扛到现在的呀？因为你啊。我。魔晶是咱们俩共同创造出来的。我很认真的想过，每次魔晶在遇到挫折和劫难的时候，都是因为你而逢凶化吉。如果没有你，魔晶撑不到今天。行，你别再夸我了，你再夸我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郭新年。不管仲裁结果怎么样，你都已经尽力了。胜固可喜，败亦欣然，你都是大英雄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当失败的英雄。所以啊，你要答应我，万一魔晶败诉了，不管你有多痛苦，多委屈，多难过，你都不要一个人悄悄地溜走。如果你真的想去流浪，你告诉我，我陪你。郭新年，我要你发誓。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有你陪着我，来完成我的梦。迎接。
放心吧，我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小胖，你知道今天中国互联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呀？谁是我们的敌人，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这才是今天中国互联网面对的真正的问题。淘宝、京东抄eBay，新浪微博抄推特，开心网抄脸书，视频网站抄油管，谁都不创新。都直接把别人的成果嫁接过来，直接用。等将来我们面对真正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创新吗？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。今天，在这里吃的苦，受的委屈，终将成就我们。要想让别人真的瞧得起咱们得首先自己瞧得起自己。珍惜在这里的时光吧，就在这里，我们将做出中国移动互联网史上最伟大的软件。我要做的是，每一个人每天都离不开的 APP。每一个人每天临睡之前，最后一个关闭的；每天早晨醒来睁开眼第一个打开的 APP， 这才是我要做的 APP。爸，咱们真能做出那样的软件吗？王小宝，只有你真的相信自己能做到，你才有可能真的做得到。哥，那我们那软件叫什么呀？再说。你吃完了吗？没呢。没吃完赶紧吃，吃完赶紧检查。就你话多。爸，您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下午去办了件事儿，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了，您是来庆祝胜利的吧？啊，我回来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，把魔镜的事了了。第2件事，什么意思呀？你得回去，机票是单程的。警察不是说我不能走吗？我在香港给你开了份材料，证明你身体欠佳，只能回香港治疗。你到了香港，有人接你，不要回家，直接住到医院里，不许乱说乱动。公安这边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呢，别再给我惹祸了。我回香港还不能回家，还得跑到医院里面去装死。那你呢？等局势稳定了，我也回去。那我的公司怎么办呀？你就别管了，我来处理。这么说，我辛苦创下来的业，你要放弃了是吗？是的。你可以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年龄大了，我不喜欢住在北方，我不喜欢
天天为你擦屁股，不喜欢为你担惊受怕。求求你饶了我，理由够吗？不够。老爷，少爷一时转不过弯来，可以理解。过新年帮我约一下，我想见见他。要是这次官司输了也挺好，你就干脆改行习武，没准练到80岁真成叶问了。哼，叶问2.0。郭总，这是苹果公司的快递。谢谢。这几天公司怎么没人上班呀？我让大家放假的，等仲裁结果。你也可以回去了。卢总，叫我叶问。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讲。这几天我观察，您这方法练的不对，如果继续这样练下去的话，您会受伤的。你会啊？不太会。我就小时候跟我爸练过几年，我觉得吧，这些招式其实都没什么用。这最重要的就是，你得把这拳艺还有使劲的方法给练出来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打2下我看看。咏春。见笑了。行啊，魔晶公司卧虎藏龙啊，藏龙卧虎。郭总，有您电话。大朋友再见，老板常来啊！大朋友再见。东西呢？订机票，飞回去。明天公司年会，你还有个讲话。讲话改到下午，早上第1班飞机飞回来。你不睡了？坐吧。服务器再停1次，魔晶就撑不下去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停服务器是你干的吧？我听说服务器是检修，这个理由你没有反驳的余地。仲裁如果判定你输了，你想过怎么办吗？仲裁的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？
小子，你很清楚你输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当敌人呢？我觉得我们有合作的空间。我的团队给魔镜雇了一个职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要放大10倍。我同意用这个价格收购魔镜。如果你同意，我就会用现金支票，或者按你希望的方法支付。龙总，魔晶和运营商的官司正打得如火如荼，我们现在又要投资另外一个语音软件，这是不是有点顶风作案的嫌疑啊？我这个聊天软件可能没有魔晶做的那么完善，但是我相信它一推出来，一定会引起轰动的。就算我们跟魔晶一样被运营商起诉了，我也不在乎。那我就奇怪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投资一款自找麻烦的软件？如果有价值，能挣钱，麻烦一点有什么不好？这款软件只是我们投放在市场的一个小作品，在我的创业计划里，单做一个软件根本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想做我自己的手机。我研究过单反相机市场。随着自媒体的增加，手机拍照会变成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，尤其是在女性群体里。单反最大的缺陷是什么？笨重，不方便携带，作用单一，而且镜头太贵。我想未来做一款主要针对于摄影的专业手机，而且重点开发数字修复影像的功能。用一款设计的自媒体做先导是很重要的。就像轻骑兵，给我们做个侦察。这个轻骑兵就是密聊。是你把魔晶逼到了死胡同，你现在就要买魔晶，为什么？不只是买魔晶，我还要把捷讯送给你。金城回香港，我也回去。这个世界是你的，这个结局你可以接受吧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把魔晶卖掉。我就算要卖，也不会卖给你这种人。卖给谁不重要，这就是生意。你这么想，魔镜会死在你手里。看过《水浒》吗？我小的时候看过这本书，最恨宋江。他带着那么多好汉守招安，害得他们都死掉了，简直就是个王八蛋。朝廷收购了他们，这个理解对吧？可等我长大了，走入社会，我就理解，宋江是个好的经理人，带领他的草莽弟兄，开创了水泊梁山品牌，跟朝廷打了几仗，跑到妓院里跟皇上谈生意，争取一个好的收购价格。于是乎，放下所有的仇恨，招安了。我们设想一下，宋江考虑的是什么？如果他坚持下去，在梁山上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是可以快活几年。但是将来呢？难道武松80岁还能打虎吗？做了一辈子土匪，连祖先的坟墓都不能去祭拜，是最好的出路吗？
真到所有的矛盾都爆发出来，朝廷不用费吹灰之力，像排苍蝇一样，就把这伙土匪连窝端了。造反是没有未来的，只有招安，在适当的时候，用最好的身价实现自己的价值，时不我待。你说完了吗？该你开条件了。卢卡的事怎么算？我会给他足够的赔偿。到底是谁干的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